遇到冯奶爸一定是熊猫喜乐最大的幸运。就是干饲养员是个良心活，就是你对它好与不好，时间久了自然就是能给你一个反馈。正如奶爸所说，毛孩子不会说话，但他们的回应足以说明一切。虽然喜乐和奶爸经常相爱相杀，可二姑奶奶看不到对方就会焦急万分，甚至不吃不喝往木架上一坐就是一整天，直到请假的冯奶爸来看自己，一向倔脾气的姑奶奶才肯放心下班。而喜乐之所以会这么依赖饲养员，还是因为他知道奶爸对自己的浓浓爱意。每当喜乐不愿意回家时，老冯从不会强迫，更没有丢下孩子。即便外面是40多度的天气，他也要好言好语哄着宝贝闺女回去吹空调，有时候还急得直接翻栏杆。奶爸是真的将喜乐当成自家孩子宠。这天有不良游客随意投喂喜乐，冯奶爸发现后第一时间将宝贝带到内舍。护犊子的他不仅去外场检查，还和这群不懂事的黑粉拌起来嘴。看见了是吧？扔东西在后面啊！听到游客吐槽喜乐腿短时，奶爸为维护闺女的颜面也要反驳。还腿还短。还有当上5个孩子的妈，依旧被徐老爷宠成小女孩的萌萌，即便宝贝都已经17岁，徐老爷还会不顾危险近身投喂，只为假孕期间没有食欲的宝贝能多吃点饭。当闺女抱着竹笋大快朵颐时，徐老爷也会在背后默默帮忙梳毛。他知道闺女不爱出门玩耍，就直接搬来一大桶雪，特意在内场陪对方玩起来打雪仗。每次被问到北洞的颜值担当时，徐老爷脱口而出就是自己的宝贝闺女。萌萌是那个我们北京动物园长得最好看的一只熊猫。正因如此，萌萌才像小宝宝般活泼开朗，还有一身白到发光的熊皮大衣，这可都是徐老爷多年来视若己出的结果。而飞云同样是爱里长大的公主，奶妈喊宝贝起床都是温柔的夹子音。这是谁呀，小赖家？啊？即便大美云赖在外场不回家，奶爸依旧宠溺一笑，还笑呵呵的喊装听不见的公主下班。公主，我回家。这下能理解飞云为什么会这么懂事了。宝贝听到离职奶爸的声音，即便自己忙着吃竹子，也要乖乖扭头。奶妈给自己递竹子时，一向听话的乖宝宝也帮忙拽过来。只能说是奶爸奶妈的爱意，将飞云养成温柔懂事的完美小熊。真希望每个熊猫都能这么真诚又热烈。要知道饲养员的用心才是关键。看到谭爷爷满脸担忧望着树上的花花，才明白他一直都是宝贝孙女的守护神。只见花宝鸡破天荒地爬到高处，晃着小脚脚欣赏美景。谭爷爷看到这一幕，高兴的同时又万分担心宝贝孙女会摔下来，于是他拿着一大盆果果匆匆赶来，轻言细语哄孙女一步步下树。似乎只要花宝鸡遇到危险，第一时间赶来的永远都是谭爷爷。当不良游客在观察区大吵大闹，打扰到原本正在美美吃播的花花后，谭爷爷直接冲出来怒对这群黑粉。然后此时的花花满脸得意跟在爷爷身后，像是在说我可是有人罩着的。而当谭爷爷休假的时候，花花会躲在小卖部的洞口不肯出门。可谭爷爷在外场陪宝贝孙女时，花宝鸡就能4脚朝天面向游客呼呼大睡，足以可见老谭给了花花满满的安全感。要知道花花可是横着长的小熊，即便这小家伙早就被爷爷喂成小胖猪，老谭还要一个劲头喂孙女，从没见过那个滚滚能淹没在竹海。看来花花不注重身材管理也是有原因的，毕竟有个往嘴里塞饭的爷爷。虽然花花已经成年有了攻击性，已经无法和谭爷爷近身接触，可老谭还是会经常探望孙女，不是拿起来手机记录宝贝的一举一动，就是抱着一大捆竹子隔空投喂。每当花宝鸡找不到食物时，谭爷爷比谁都要着急，一直在忙忙叨叨地指引孙女。谁？这边，花花。难怪花花会这么依赖爷爷，而他在其他饲养员面前是妥妥的霸王花。即便是奶爸想摸一下脑瓜，脾气大的花花都要反击欺负对方，可宝贝在谭爷爷面前却是个例外。不管对方给自己擦脸，还是喂熊猫都讨厌的驱虫药，花花非但不会抗拒，甚至看向爷爷的眼神还是藏不住的爱意。当谭爷爷喊其他小熊名字时，花花听到后1秒破大防，就连走路的步伐都变得急促起来。这天花花正趴在滑梯上睡美容觉，听到谭爷爷喊自己回家后，宝贝没有半点犹豫，就立马起身回家。反观一旁愣在原地的小叶子，没想到女明星在爷爷面前还是乖宝宝呢。然而一向都是慢悠悠的花花，也会因为谭爷爷着急忙慌起来，宁愿不顾偶像包袱撑脸起床，也要第一时间出现在爷爷的面前。谭棉花的感情好到令姨们都羡慕，真希望谭爷爷能一直陪伴着花花长大。直到看见奶爸不顾危险近身照顾刚生产完的乔乔，才发现国内饲养员对大熊猫有多尽心。乔乔，奶爸经历好几个小时的焦急等待，乔乔的双胞胎幼崽终于来到这个世上。但由于乔乔是第一次当妈，没有经验，2个孩子令他手忙脚乱。谭奶爸见状不顾危险冲进内舍照顾熊猫宝宝，本以为乔乔会产生应激反应，可奶爸的悉心照顾早就让他充分信任。宝贝毫不犹豫地交出2崽，允许对方将自己的孩子带走去人工照顾。然而刚刚落地方的2崽正是需要喝母乳补充体力的时候，奶爸只好再次靠近宝贝闺女。
可惜的是，乔乔怀里的大宝突然啼哭。奶爸看到闺女手足无措的样子，忍不住伸出手，耐心摸摸闺女脑袋，安慰着。不过此时的乔乔母性极强，即便是面对最亲密的奶爸，也要着孩子，不给对方一丁点接触自己的机会。等到乔乔情绪稳定后，奶爸还是要尝试。他明知道自己很容易被攻击，但还是义无反顾的靠近。幸运的是，宝贝没有抗拒对方的亲密接触。奶爸像哄小孩子般耐心安抚着，即便乔乔没有同意，也没有强行取奶，而是帮闺女调整好姿势，扶着熊猫宝宝，帮助乔乔完成喂奶，像是在说不要担心，有爸爸在呢。弹奶爸这一扶就是整整1个小时。此时的他已经累到满头大汗，也没有放手。或许乔乔也被奶爸的诚意感动，一开始还很抗拒的他主动让对方取奶。好不容易收集到奶水的奶爸，马不停蹄地送到育婴房给二仔喂奶。正当众人沉浸在熊猫宝宝干饭的喜悦中，随着大宝的一声尖叫，奶爸来不及休息，又第一时间返回内舍，直接将熊猫幼崽带去检查身体。奶爸确认大宝并无大碍后，还特意去监控室查看刚才发生了什么。原来是乔乔喂完奶后，因为带娃时间太长，导致他精疲力尽，一不小心打了个瞌睡，才压到孩子。此时的乔乔是肉眼可见的自责，不仅没心情干饭，更不会呼呼大睡，而是独自趴地上等奶爸的到来。奶爸知道母性强的闺女护崽心切，一刻也离不开熊猫宝宝，便在兽医给大宝做完检查后赶忙还给对方。看到乔乔满脸心疼怀抱着幼崽，还不停舔舐的样子后，奶爸是肉眼可见的开心。对他来说，只要乔乔和熊猫幼崽安然无恙，他忙前忙后流下的汗水就值得。可见国内饲养员对熊猫真的很用心。乔乔允许奶爸近距离接触就是最好的证明，笑不活了家人们。烂背心于可又被拽姐于爱臭骂一顿。这天兄妹俩本来一片和气，喝完奶的小爱同学负责吃果脯，于可则是在沉浸式刷碗。外公看喝个差不多，本想给他擦嘴，没曾想可可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就是不让。一旁的爱姐看着不爱干净的烂背心，满脸的嫌弃，然后就开始骂骂咧咧，像是在说我小爱这么优雅，咋有你这么个邋遢哥。气不过的于可立马把头转过来试图解释，可谁料竟被拽姐骂得更惨，气得可可只敢嘴里小声嘟囔着，可怜的小模样像是受尽了天大的委屈。之后于可吃竹子时又被拽姐欺负，烂背心刚掰开一块竹子准备下嘴，哪曾想爱姐突然土匪头子上身，二话不说就将竹子抢走。气不过的于可二话不说主动出击，然而却被爱姐一个巴掌扇回来。最后越想越气的烂背心还是忍了，毕竟他可不敢惹那个于大脑袋。要知道拽姐于爱从小就在虫洞叱咤风云，就连出场也是霸气侧漏。当妈宝男哥哥还在跟二顺打闹时，爱姐直接无视老妈一个猛冲翻出来巡视地盘，这走路带风的拽样，霸气出场的萌兰看了都得甘拜下风。当哥哥还在撒娇求奶妈抱抱的时候，爱姐就已经开始征服小树之路，即便重重摔下来也不撒娇哭闹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不服。真不愧是一生要强的中国女雄，或许是羡慕一拳打死鲁智深的飞云，这小家伙动不动就健身，经常抓着一根木头进行臂力训练，甚至还能单臂悬挂，这谁看了不得。说句功夫熊猫，并且浑身都是洪荒之力的小爱，就连打包竹子也与众不同。有些小熊猫3岁多空手上树还不利索，于爱却能赤手空拳叼起超大号竹子，只能说她能成为拽姐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此外，于爱还是个捉鸟高手，小小年纪就已经背了7条鸟命。不过这位拽姐也开不起一点玩笑。前不久于可于爱过1岁生日时，童心未泯的馆长把这兄妹俩打包成礼物，可大姐大哪受得了花里胡哨的吻，出来后直接朝着对方冲了过去。在爱姐的威力下，馆长吓得落荒而逃。不仅对馆长有威慑力，拿捏游客们更是手到擒来。最近有两脚兽在基地大声喧哗，本来在吃竹子的拽姐直接用自己的大白眼伺候，像是在说老子吃个竹子都不得清净。果然是虫洞乱不乱全是爱姐说了算。爱宝最不想看见的一幕终究是出现了，两个废头子闺女竟当着老妈的面吵架。这天是梁小芝出生满120天的纪念日，江爷爷特意把姐妹俩带到爱宝身边，为让瑞宝和辉宝熟悉老妈的气味，还专门把爱女士的青团掰碎撒了满地，只是他们像极了沾满海苔碎的芝麻汤圆。然而爱宝刚进门就盯上了瑞宝，还给了闺女一个大鼻洞，小家伙直接来了个360度回旋翻。一旁的辉宝看到后瑟瑟发抖，本来就拘谨的他吓得蜷缩在小角落，心想看不见我看不见我，可不料下一秒就被爱宝盯上。瑞宝看到妈妈走向小妹后瞬间吃醋，直接化身跟屁熊不肯离开。或许是和辉宝10天没见太过思念，爱宝紧紧抱着小闺女表白，担心小家伙饿肚子又开启喂奶模式。虽然他此时怀里抱着辉宝，但眼神却一直观察着妄想越狱的瑞宝。爱女士只恨自己没有3头6臂，看到老妈在和妹妹亲落单的瑞宝便开始自娱自乐。只见他头也不回地迈着小土豆腿走出房门，不顾爷爷劝阻，独自一熊去隔壁房间，然后好奇地探索着新世界。没一会，爱女士去隔壁房间吃起竹子，梁小芝趁着妈妈不在开始打闹，因为瑞宝、辉宝都想抢占这个地盘。
谁都不服谁的姐妹俩非要争个高低。一开始瑞宝还在身后控制住妹妹，可不料辉宝也不是好惹的小熊，蓄力直接爬到姐姐身后，又利用自己体重优势死死压制对方。不过很快瑞宝就困意袭来，进入梦乡，而战斗力爆棚的辉宝可不管，非要拉着昏昏沉沉的姐姐决一胜负，甚至还上嘴咬熊皮大衣，气得姐姐直接捂住耳朵充耳不闻，并且精力旺盛一整天的灰灰，即使到了深更半夜也不肯睡觉。爱宝只好把小家伙抱起来放瑞宝身上，这下直接把闺女们堆成了两层。江爷爷看到后都笑着说：“两小只像三明治。”辉宝살려瑞宝被身上的废头子妹妹吵醒后，两位棉花团子又展开新一轮的激烈斗争。只见瑞瑞睁着炯炯有神的眼睛搅踹妹妹，不甘示弱的辉宝上嘴咬起姐姐的脚丫，直至两小只电量耗尽才结束争斗。而第一次同时照顾俩仔的爱宝可谓是精疲力尽。江爷爷看到劳累的闺女，忍不住安慰。瑞宝和辉宝在内场就把老妈折腾得够呛，真不敢想象娘仨出了外场会是怎样的情形。直到看见那些真心待萌兰的奶爸奶妈，才明白他为什么能成为阳光开朗大男孩。婴幼儿时期，萌儿得到了美奶妈的特别关爱，每次体检完，他都会把小萌兰抱在怀里亲亲贴贴，就连萌儿初吻都是被那个女人夺走的。不仅如此，美奶妈还教会他很多的生活技能。萌兰的越狱本领就是跟着他学会的，直到现在，奶妈一提到萌儿都满是骄傲，对自己最爱的仔仔毫无保留的夸奖。我的崽儿，我带大的，从这么小到这么大都是我带的。你那么多崽，为什么只喜欢他？长得乖呗，小时候颜值好高的。等到萌兰稍大一些的时候，眼镜奶爸就成了他的专属陪伴。每次收猫时，奶爸都会耐心地拉着他，一步一个脚印带着萌儿回家。三图奶爸同样对萌兰极其宠溺，小家伙经常撒娇似的躺在对方怀里，奶爸也非常有耐心地陪他玩闹，不仅把萌兰放在腿上做滑滑梯游戏，还对着小家伙揉个不停。萌儿就躺在奶爸腿上任由对方蹂躏。不过最爱萌兰的还得是发姑奶爸，他也是见证小家伙从60多斤到100多斤的饲养员。 60多斤了。你也晓得你60多斤了。哎，胖儿。那段时间，萌兰和奶爸形影不离，只要对方抱起别的小熊，萌儿还会撒娇生气，甚至标记奶爸。虽然他们如今早已分开，但奶爸对萌儿却始终不变。每次采访，只要接着提到他的熊猫儿子，发姑奶爸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萌儿。我记得您有个儿子，今天也过生日。过了，说的是萌兰吧，对吧？当然了，在北京呢。他也生日快乐呀。后来萌儿来到了北宫，这里的饲养员同样把他宠上了天。话痨的木叔奶爸经常陪萌兰聊天，每次三太子见到对方后都会开心的咪咪叫。徐老爷作为萌萌的奶爸，对这个外孙子更是爱屋及乌，不仅陪萌兰玩萝卜蹲游戏，还会在下雪时陪着孤单的他打雪仗。正因这群奶爸奶妈对他的宠爱，才让萌兰一直都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更是化身小太阳，温暖着身边的所有人。他会在发姑奶爸起身离开时，化身小醋精给对方一个大大的熊抱，表达着自己的爱意；也会在谭爷爷喊自己回家吃饭时，一遍遍用叫声回应对方，甚至还知道抄近道不让爷爷担心。而当徐老爷来看望自己时，萌兰也学着两脚兽的方式，把自己最爱的竹子投喂给老爷。萌儿和每个饲养员都是双向奔赴，原来熊猫与饲养员间也有如此深厚的感情。